嗨，你好，我是大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敢肯定，看我视频的人中有90%都是通过翻墙或者 VPN 来观看的。那么翻墙到底是否违法呢？首先，我要说，在制作这期视频之前，我做了很多调研，并咨询了一些从事网络监管工作的朋友，他们给了我一些建议，所以今天我总结了几条要给大家分享。如果你以前看过关于我网赚的视频，可能都是跳着看的。这次我建议你从头到尾认真观看，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开始翻墙的朋友们。在外面看到一些信息后，总想在国内分享，但是很容易碰触到敏感的底线。因此，我今天要分享5条建议，以避免大家在上外网时涉及到违法犯罪的问题，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。所以，请务必从头到尾完整的观看完今天的视频。首先，我要谈的第一条建议是，你在外面看到的所有的东西，永远不要分享到自己国内的社交平台上，无论是微信、QQ 还是其他的。我们可能有一些刚刚开始翻墙的朋友，在外面看到一些比较新奇的内容，觉得挺有意思，所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截个屏或者转发到微信群或者朋友圈里，这是大忌。大部分东西在内容上可能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也有一些非常敏感的东西，有些内容也会涉及到一些非常敏感的东西，如果你不小心转发了这些内容，你就可能触及到了违法犯罪。我有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上个月有个朋友在微信群发了个不该发的东西，结果早上发的，晚上就有人给他打电话，然后弄得他要写保证书，说以后再也不能搞这种奇怪的事情了。所以我的第一条建议是，在外网上，不管是 YouTube 还是谷歌还是其他平台，你看到任何东西就当作是参考，永远不要往国内转发。第二条建议是，在外网，特别是 YouTube 上看到的所有内容，不要碰一些敏感的话题。无论是在看别人的视频后评论，还是自己发表一些敏感的言论，我们永远都不要这样做，只是看看就好，了解一下就可以，但不要参与评论。这是我从我朋友那里得到的第2条建议。因为在国外的网络上，我们许多的朋友可能会看到一些视频，其中有些宣扬对国家不利的观点，还有一些恶心的内容。观看完这些视频后，你可能会产生一些想法，并在评论中表达出来。有时候我们已经接近了一个红线的边缘，因此在 YouTube 上观看视频时，你只需观看，不要发表评论。第3点是关于 VPN 的使用。在使用 VPN 时，你可以正常的查找资料或者信息，这本身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但是如果搭建 VPN， 那就是涉及到严重的违法行为。另外，我要提醒那些在微信群等国内的平台不断寻找 VPN 的朋友，你已经触犯了法律。所以在我们国内的任何平台，永远不要提及 VPN 这个词，更不要与大家分享你的 VPN， 或者自己搭建服务器来牟利，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。你可以确保自己翻墙过来，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，但是当你搭建了 VPN， 提供服务器供他人翻墙时，你可能无法控制这些人的翻墙行为，所以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法了。因此，从事服务器搭建的朋友需要注意了，不要分享 VPN 给任何人。记住了，永远不要分享 VPN 给任何人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色情内容在海外的一些平台上，对于性方面的管控并不是特别严格，比如一些成人网站，在他们的国家并不违法，因此很多朋友会冒出一些想法，例如下载这些内容，然后在国内搭建一个网站来传播和盈利。这种行为是非常典型的违法行为，所以我们不要将国外的色情内容转发到国内，也不要直接在国内建立这种网站，这是非常低级的错误。因为传播色情内容本身就是违法的，不仅仅是搭建网站，我认为就是下载这些内容在微信群里截图分享，这些行为也是违法的。所以在色情方面，我们一定要远离。总结起来，归根究底，关于翻墙是否违法还是一个争议。我的朋友建议说，你在境外正常学习、浏览内容，翻墙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。
然而，你将这些内容分享到国内，可能就会触犯法律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正常的通过翻墙观看视频，包括在 YouTube 上开设频道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在 YouTube 上开设频道，你可以分享你的日常，但是一定不要分享政治、邪教等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信息。同时，有些朋友可能喜欢涉足一些灰色地带，从事一些法律边缘的活动。他们声称所有的暴力项目都写在宪法内。然而，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。许多行业需要采取一些法律边缘的手段来谋取利益，但是你记住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为这些行为而白费了之前所有的努力。所以视频最后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：正常使用 VPN 上网、查阅资料、观看视频、开设频道、制作一些积极向上的内容，这些行为是合法的。另外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，因此大家要确保自己上网时的安全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点左边的订阅按钮，支持订阅一下。我的频道专注于分享网络赚钱和被动收入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任何一期的赚钱内容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点亮小铃铛，这样我更新赚钱视频后会第一时间获得提醒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